我叶青简穿成了豪门小说里的恶毒女配。按照书中剧情，今晚我和女主许之意同时嫁进顾家，但最后我却被许之意害死，尸骨无存。不行，我一定要逃离顾家，避免被害死的结局。为了保命，对不起了。出来了，我终于不用死了。警告：宿主擅自离开顾家，偏移剧情主线，5分钟后开始抹杀。抹杀！只有顾家主动驱逐，签订永不踏入协议，宿主才能离开。所以，只要被顾家赶出来就好啦。系统故障，新生外放功能异常开启。什么故障？我没听清。破系统，我回去还不行？我居然跑到了顾时宴的房间。顾时宴最烦女人主动贴上来，我爬她的床，她醒来后一定会把我赶出去。许之意，她是来找顾时宴的，不行，绝不能让她坏事。系统出品的米米粉果然好使，谁都别想阻止我离开顾家。叶青简，你敢算计我？滚出顾家，永远别踏进来！太好了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谁在说话？他怎么松手了？继续说啊！又听见了，不是幻觉。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叽里咕噜说啥呢？还敢不敢了？再磨叽下去，许之意和顾时川都抢救过来了，他就没空赶我了。我不要被抹杀啊！大少爷，二少爷和许小姐醒了，夫人请您过去。应验了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不，肯定是巧合。但此事古怪，先留他在顾家观察观察。走，跟我去道歉赔罪。不对啊，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？不去，有本事你就把我赶走。你说的可不算。你疯了！我不去，快赶我走吧！到底哪里演错了？我的小命，我的自由。哥，你怎么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也带来了？就是，你看她把石川打的，医生说3天之内醒不过来就成植物人了。慌什么？她是关键配角，2天就会醒。许之意这个私生女哪会让顾时川死得这么痛快？她一直觉得是顾夫人挑拨离间，才害得他妈和她被顾总抛弃。许之意本就是顾时宴同父异母的亲妹妹，挖空心思嫁进顾家就是为了报仇，往后勾引挑唆2兄弟自相残杀，一死一残啊！唉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为了个女人和二弟自相残杀？明明是你自己心术不正，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龌龊。你发疯啊！我说啥了？你看不上我就快把我赶出去！你动手啊！反正我是不可能道歉的。许之夜可是我最相中的儿媳妇儿，稳重又乖巧，怎么会是老顾的私生女？好了，还是先解决你们的婚事吧。石燕、之意，你们怎么想的？之意姐，事已至此，不如你嫁我二哥。不行，我只喜欢石燕哥，况且二少爷昏迷不醒，还是等他醒了再说吧。我就知道，之意姐才不是叶清简说的那种朝三暮四的人，真能忽悠。你让她现在嫁给顾时言，看同不同意？之意姐，那不如你就嫁给我大哥，你当正牌嫂子。至于他，本来就是自作自受，赶走就好了。那也不行，我有感情警癖，他们都已经那样了，我接受不了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总不能叶清简的心声是真的吧？还感情洁癖？等他报仇完，当着腿残的顾时宴面乱搞，直接把他气死。我哥会这么惨？顾大少，人家都不要你，那以后跟我过呗，咱俩甜甜蜜蜜一辈子。我得趁机恶心一下顾时宴，最好一气之下把我踢出顾家。既然这样，婚事就等我爸回来再谈。许小姐，你一个孤女，到底是我顾家对不起你，就先住下来吧。谢谢时宴哥。至于你，去楼下客房反省，没我的允许不能出门。就这，你不赶我走了？来人，把他带走。放开，顾时宴，你别当烂好人啊！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好，多亏叶清简这个蠢货搅局，让我不用嫁人就能留在顾家。顾家欠我的，我迟早连本带利讨回来，到时候连他一起收拾。妈，哥，你们是不是也能听见叶清简的心声？是啊，太离奇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等我爸出差回来，查清楚再说。你爸要是真敢在外面养私生女，我跟他没完。妈，谁不知道我爸对你一心一意，
叶青简肯定瞎说的。石燕，叶青简不是省油的灯，这些天委屈你了。没事的妈，至于我爸那边，我会命人调查。开门！放我出去！以为这样就能让我认输，谁也挡不住我离开顾家的决心。对了，我继续勾引顾时夜，他一定会不耐烦把我赶出去。叶青简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果然炸毛了，再加把劲儿。我来陪老公你啊。叶青简，人要懂自重，你这么做只会让我更恶心。放开，不然我动手了。那你赶紧动手啊，都做过了，装什么假正经？别躲呀，老公，你睁眼看看我嘛，我就不信你没反应。老公，这是想让我主动？终于要赶我走了吗？你自己在这好好冷静吧。这都不赶我走，说好的冷血暴脾气总裁呢？算了，明天再想招吧。早起准时来作死，就等被赶签协议。石燕哥哥，怎么了？你还有脸来吃饭？我都睡过你哥房间了，也算你半个嫂子，为啥不能来？我还要每晚都去，要么他请我离开，要么我让他彻底服妻。你别说话。我？许小姐，你的甜点好了。昨天闹得不愉快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这甜点是我亲手做的，给大家赔礼道歉。有心了。顾阿姨今天怎么这么疏远？以前明明很热情的。抱歉叶小姐，我不知道你会来，没做你的份儿。谁稀罕吃似的？你别太过分，许姐姐亲手做的，肯定好吃。妈，哥，你们别理她，谁爱吃谁吃。许之意开始复仇计划了，顾夫人那碗可下了药的。阿姨，是甜点不合胃口吗？能合胃口吗？这甜点里加的可是强效催情剂，等药效上来，顾夫人会浑身发烫，坐地难安，熬到晚上。许之意安排个年轻男巫姘过来引诱，到时候孤男寡女药性上头，直接闹出不堪的丑闻。阿姨，您怎么了？你住口！都怪我没注意，该打听到您的矮号再做的。先坐下吧，是我自己烫到了，一会儿再吃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说漏嘴了呢。听说那个佣人长得巨帅无比，顾夫人这个年纪根本抗拒不了，后面长期被药物拿捏，等顾叔叔出差回来，当场捉奸。顾夫人脸面尽失，最后抑郁自杀。不过这个男的来头也不简单，是啥来的？系统帮我查下资料。关键人物资料已更新，宿主请看林夕，高端私人俱乐部的形象男模。哇，原来是形象男模，因为长得阳光俊朗，被许之意花钱雇来，那勾引人的本事相当厉害。顾夫人扛不住诱惑也正常。顾家规矩森严，男佣人是不许在别墅过夜的。瞧，正主来了。高端私人俱乐部的形象男模长得这么磕碜，真没意思。这药劲儿得多猛啊，让我这都下得去口。这叶青简真的理解什么叫阳光俊朗吗？真帅啊！是他眼神有问题。他们一直看那个方向干什么？难不成我暴露了？不像啊，这菜可真菜啊！等今天晚上我就去蹲点抓现行。顾夫人为了捂住丑闻，一定会把我轰出顾家，签终身不能进入协议，我就能活命了。这里面不会真加了东西吧？他怎么不吃啊？阿姨，这甜点快凉了，吃。顾夫人，今晚就是你身败名裂的开始。我吃好了，先回房间了。我也先走了。快找2只猫来检验这甜点里有没有催情药。
夫人，那甜点喂猫试过了，确实异常亢奋。叶青简的心声不会都是真的吧？大哥残废，妈身败名裂，二哥会死，这可咋办啊？好了，就单这一件事，证明不了什么。他不是说顾时川这2天就能醒，现在一点苏醒迹象都没有，说不定是那猫碰巧发情而已。我管家这么多年，借他们10个胆也不敢半夜闯我房间。真假与否，就看今晚了。怪了，顾夫人怎么不回卧室待着，还这么淡定？中了药不应该坐立难安吗？还不是怕你说的是真的，待在卧室心里发慌。哎呀，好热啊！卧室太闷，出来坐会儿透透气，这就对了。居然是他！你是哪边的佣人？这么晚了，谁让你进主楼送东西的？顾家佣人名单里根本没这个人。当然是来勾引你啦！什么？什么？原来他就是那个男模。男扮女装，太刺激了！难怪能留宿在主楼，但就是个新来的女佣罢了。就算男扮女装，也不一定是。夫人，听说您最近总睡不着，我特意炖了安神汤过来陪陪您。夫人，从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是男模，看着比我儿子还老，你滚开！再往前一步，我让保安打断你的腿。夫人，跟我试试，我比顾总总情趣多了。别过来！哥，怎么办啊？这人摆明了没安好心。走，去救妈。绝佳时机，现在冲进去把事闹大，顾夫人肯定迁怒我，正好顺理成章把我赶出顾家。住手！你们竟敢半夜私会！顾时宴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和石鑫听见楼下动静，跟过来看看。没想到有人混进来对我妈动手。什么动手？明明是深更半夜私会，我这就捅出去，让全顾家丢脸。闹得越大，被赶出去越快。我和这个下人什么事儿也没有。怎么回事？难道顾夫人根本没中药？可我分明看她吃了下去，怎么会没有发作呢？妈是因为吃了早上的甜品才中药，还好发现的早，请了大夫，现在药效已经减弱了。那我不管，我看见的就是私会。你们不把我赶出去，我就把顾夫人半夜捉奸在床的消息散发出去。那既然这样，更不能放你出去了。要是把你放出去，你乱说怎么办？不想让我说的话也行，你娶我，现在就去领证。这么离谱的要求，他肯定当场把我轰出顾家。可以。等等，还有顾家一半资产归我管，黑卡无象限，月零花钱7位数，摊成这样总该忍不了了吧？没问题，明天就让律师办过户。不对呀，10分有100分不对啊！她不是最讨厌贪财又好色的女人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叶清简发现我们能听到她的心声。石燕，都怪妈没用，为了我的名声，委屈你了。原来她是为了顾夫人让我封口啊！那我要是反悔的呢？你要是反悔的话，我就把你永远关在顾家，哪也不许去。哪能啊！我说话算话，绝对不反悔。这是摆明了要把我焊死在顾家，不行，跑路计划必须升级。谢了啊，石燕，你真打算跟他领证？这丫头看着就不安分。留她在身边，我们也能知道更多信息。哥，万一他之前说的那些事儿都是真的怎么办？难道你爸真在外面藏了人，还有个私生女？妈，万一我爸是被人陷害，自己也不知道有私生女呢。对，还是等我哥查清再说。还有许知音那丫头，她藏得太深，咱们不得不防。明天就找个由头让她搬出去，不能再留她在顾家了。废物，这点事都能办砸。还好他约我见面时我没去，他认不出我。阿姨，他是谁？你不认识吗？你故意在我甜点里下药，又雇他来，想让我身败名裂。阿姨，我一直感念您收留我，怎么可能做这种害您的事？是不是有人在您面前搬弄是非，才让您这么误会我？关我什么事儿？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资金流水明细和转账记录都在这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是他，就是他出钱雇我来的。你满口胡言，我根本就没见过你。不对啊，按原剧情，这俩人全程匿名线上对接，
连面都没碰过，他怎么能一口咬定是许知意？要是还想有下半辈子的幸福，就按我说的做，把证据交出来，明天指认许知意。是，我都听你的。就是你，你约我晚上在巷口的咖啡店，你戴口罩、鸭舌帽跟我碰的面，给了我5万定金和女佣制服，让我扮成佣人混进顾家，陷害顾夫人。不可能，周二那天我根本没去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周二那天？他可没说时间。许知玉，我妈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害她！接下来是不是连我和我哥都要算计？阿姨，不是的，你相信我。够了，来人，把他身上的首饰、名牌衣服全扒了，换上保洁工装，打扫赎罪。阿姨，我是被冤枉的，烈哥哥，救我！杀人诛心啊！许知意最要脸面，这下直接从豪门准少监孽变成佣人，比关起来狠多了。住手！石川，你终于醒了。妈，你不能这么罚他，先把人都带下去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们还不下去？许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得，冤种护花使者准时打卡上线，只要许知意一掉眼泪，这货跑得比外卖小姐还快，主打一个随叫随到，任劳任怨。谁在说话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没吓着你吧？二哥真的醒了，这下更能确定青简说的全是真的。许知言真是来复仇的。妈，哥，知言性子软，肯定是被栽赃的，你们不能罚他。石川哥，算了，别为了我和家人闹矛盾。顾时宴油盐不进，啃不动，先攥住顾时川这个傻子当靠山也不错，好歹能在顾家站稳脚。真是个恋爱脑，这货后面被许知怡哄着签了担保协议，背上几千万债务，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还蹲人家楼下问有没有过真心，纯大冤种。养这么大，半点识人眼光都没有，白瞎了这么好的资源。公司要是交到他手里，早晚得被他蠢得败光。二哥这脑子算是彻底焊死了，被人卖了还得帮人家数钱验钞。怎么又是他的声音？嘴都没动过。肯定是之前摔了后脑勺的后遗症，什么负债跑路，全是脑子里瞎说。要不是你偷袭我一擀面杖，能闹成现在这样？今天你必须给我道歉，然后滚出顾家！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敢动手呢。可算把这炮场点着了，能不能顺顺利利脱离顾家，全靠他发力了。哥，你还护着他，咱家都被他搅成什么样了？别拦他，让他来，我还怕他不成？顾时川，我就是水性杨花，就是乐意跟着你哥。他比你靠谱10000倍，你连他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上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。就你这恋爱脑、看人瞎的眼光。他这话是故意气石川，还是真心话？脸都气绿了，这下总该铁了心把我轰出去了吧？住手！青简是我顾家认定的大少奶奶，是你的长嫂，你敢对她动一下手，就自己滚去外面，没我允许不准回来。婆婆这气场也太足了。眼中的光芒瞬间暗淡。子熙啊，我真的想现在就被扫地出门啊！叶青简是我的人，你有什么不满，直接冲我来。大哥，你牺牲太大了。明明心里开心的要死，终于没人和你抢许知一了，要谋划怎么增进感情呢？行，既然哥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跟他计较砸我头的事儿了。但你们也得答应，许小姐的事儿到此为止。别再揪着不放！顾时欣，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！你知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？还这样护着他？反正我不信！你还真是个治不好的恋爱脑！妈，我头又疼了，肯定是旧伤加重。你们不答应，我就不治了。这傻小子认准的事儿，十头牛拉不回，先顺着他再说。行。既然你这么护着，那后勤的活也不用他干了。现在就收拾东西离开顾家。不行，妈，你怎么能赶他走？她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的。阿姨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别气坏身子，我这就走。知意，你醒醒！以退为进，装晕倒，这套把戏玩的倒是熟练，也就骗顾时川，哼，这种没脑子的恋爱脑。一杯浓茶泼脸上。
保准他立马睁眼哭着道歉。有没有见到瓷片划到手没有？顾时川，他只是想叫醒人，他安的什么心自己清楚，摆明了想折辱之意。哥，你别被他那副样子蒙了。真是反了他了！哎，等会儿，都1点了，厨房煲的汤该上桌了，先吃饭啊！啊，对，开饭。二少爷，顾时川，你娶我吧。你说真的？今天所有人都要赶我走，只有你肯站出来护着我。我心里清楚，真心待我的就只有你。只要能拿到顾家二少奶奶的名分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可是我妈和我哥那边，他们绝对不会点头同意的。那就不用等他们同意，你现在去把家里户口本偷出来，我们连夜去民政局领证，等木已成舟，他们不认也得认。得赶紧拿主意把那姓许的打发走，再留他在楼上煽风点火，石川早晚被他拿捏的连家都不认了。二哥现在彻底被迷昏头了，谁说许知意半句不好，他就跟谁急，根本油盐不进。警告！剧情重度偏离，许知意将诱导顾时川盗取户口本、私领结婚证，阻止失败，宿主触发10级电击惩罚。许知心居然敢打户口本的主意，真让他们把证领了，整条剧情线直接崩到底。晚一步，我直接被电成烤串了。什么？反了他了！竟敢打顾家户口本的主意！哥，我们快上去拦住他们！走。站住！今天这门你们半步都别想踏出去！叶青姐，你疯了！我们领证关你屁事儿！这一巴掌打你拎不清轻重，结婚大事瞒着家里胡来；这一巴掌打你偷摸撺掇，耍阴招想靠一张证赖进顾家，差点被你坏了大局。你真当没人治得了你？顾时川，住手！妈，你看他冲出来就拦车，跟个疯婆子一样。你才是没脑筋的蠢货！婚姻大事敢偷偷摸摸私下去领证，顾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。东西，敢偷家里户口本，挑唆我儿子想靠一张结婚证绑死顾家，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！我今天就是要娶她，证我领定了，我必须对她负责。你敢？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去领证，立刻给我滚出顾家！从此以后跟顾家一刀两断，家产你一分也别想沾！凭什么？我哥跟叶青简不也说结就结了？他们凭什么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？你俩可是沾亲带故的，我们能一样吗？真让你们领了证，那才是顾家这辈子最大的笑话。什么？安分点，你大嫂说的全是实话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他之前说的是哪件没应验？许知意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咱们家来的。空口无凭，我不认。等我爸回来，我要当面问个水落石出。可以，但爸回来之前，你不准再单独跟他见面，更不准再打户口本的主意。听见没？再敢偷偷摸摸带他往外跑，我直接让管家收了你所有车钥匙，停掉你全部副卡，让你连门都出不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至于吗？知意，我先给我爸打个电话，等他回来，肯定给你个公道。都怪我不好，连累你受委屈了。我等叔叔回来。走了，妈。又坏我的好事，不行，我必须在顾董事长回来之前彻底攥住顾时川的心。哥，你能来顾家一趟吗？有我义兄在，顾时川照样得乖乖站我这边。好喜，差半步就触发电击惩罚，往后得把顾时川盯死，先把他的底细全摸透才行。总算能知道这蠢货栽在哪儿一步，提前盯着也能省不少麻烦。装神弄鬼的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编出什么花样来。顾时川日后会对顾时宴的跑车动手脚，导致刹车失灵，冲下环山道，腿骨重创，一辈子都落下阴天，腿就疼得病根。原来是许知意搞的鬼。他天天给顾时川泡的那所谓安神养生茶，里面掺了慢性刺激神经的草药，喝久了人会暴躁易怒，神志恍惚。那天就是被他挑唆失了智，才下的手。大哥，
我就是再混，也绝不会害你啊！你千万别信。后来顾时川知道真相，愧疚的抑郁了大半年，跟顾董事长摊牌的时候，把老爷子气得中风进了 ICV， 没熬过去就走了。到最后，他背了个弑父害兄的骂名，公司股份全被许知新暗地里转走，顾家攒了几代的基业，全落进外人手里了。没事儿，石川走路没留神，被山石磕了一下。说起来，顾时川也挺惨的，一辈子错付了人，被人卖了，还傻乎乎帮着数钱。他竟然为我说好话。等等，还有个更劲爆的，顾时川找了这么多年的白月光初恋，根本就不是许知意。什么？哎呦！毛手毛脚的，别吵到清简了。知道了。正看到精彩的部分呢。上月匿名峰会，顾时川跟一个女生同组做项目推演，思路严丝合缝，当场引为商业知己，散场只留了枚定制徽章当信物。他后来误以为那人是许知意，便对他另眼相看。连峰会的事他都知道，难道他的心声是真的？可惜跟他搭档的根本不是许知意，他只是捡了人家掉的徽章，转头冒名顶替，白捡了知己名分。不可能，不是他还能是谁？还好还好，我二儿媳的人选还有转机，倒要看看这位真才女是谁。系统能量快没了，怎么充电啊？宿主，让重要角色做违背人设的事，就能补能量哦。违背人设？我总不能逼他们吧？违背人设？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既然是二弟的白月光，那丢脸的事就交给二弟吧。大哥！我去，这是什么社死名场面？大哥，你让我的面子怎么办？哎呀，二哥，你赶紧回去吧。检测到关键人物行为严重偏离人设，剧情能量已充入。还真巧，顾时川怎么就突然违背人设了呢？石川做事没分寸，给他点小教训，也好让他长长记性。这下能量够了，总算能摸清那姑娘的来头了。好了，让我看看顾时川的白月光到底是谁。原来是他。谁啊？你倒是说清楚。妈，我们接着回去吃饭吧。走吧。哥，你能不能推测出二哥的白月光到底是谁啊？急什么？早晚会知道。前几日他处处针对我，竟全是装的。今晚我还要对他这么冷淡吗？泡澡是舒服，要不是会死，其实留在这里也挺好。他这么看我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往常早躲去书房熬夜，今晚居然留在房间，想陪我一起休息。书都拿反了，这是看什么呢？顾总今晚这么乖，是想今晚留在房间陪我休息？不行。你说什么？当初是你对我爱答不理，现在想主动靠近，也得看我心情。正好挫挫他这大少爷的傲气。今晚没心情陪你闹，滚去书房休息。你，我什么我？有本事把我赶出去！我懒得跟你计较。这都不赶我，难道我也要给婆婆下药才行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 cos 陀螺。哥，你不是答应了会告诉我峰会的那个女人是谁吗？不是我不帮你，是你大嫂嘴严得很，
半个字都不肯露。那我总不能一直瞎猜吧？你之前不是咬死了不信是他吗？我就是怕万一。想正事也容易，一会儿你说头疼，试试许之一，看他会不会给你喝安神养生茶。要是真给了，以后全听你大嫂的。好。就知道他会来。石川哥，这么晚怎么过来了？就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。之夜，我头疼的厉害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啊？巧了，我刚配好一款安神养生茶，能缓解头疼，已经泡好了。居然真备了茶，叶青不对，大嫂猜的一点没错。怎么了？是闻着药味重，不合胃口？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你还懂药膳茶饮。你能现在帮我配一包吗？好。小时候跟着家里长辈学过点皮毛，你要是觉得管用，我以后每天煮好给你送房里去。不用麻烦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石川哥，现在阿姨和大哥都不信我，你会站在我这边的，对吗？当然，你若没做亏心事，没人会平白冤枉你。看来是指望不上他了，还好我早有安排，明天我哥就会上门。夫人，许小姐的哥哥陆先生登门拜访，人已经在门外等着了。陆羽学长，妈，我去迎他进来吧。哦，对，还有送给陆羽哥哥的礼物。瞧这兴冲冲的样子，还当是什么良人？他眼里的百月光学长，说白了就是个踩着女人上位的渣男。什么渣男？陆羽哥哥那是温文尔雅，对谁都以礼相待。看我干什么？不着急啦？妈，我们快把陆羽学长请进来吧。好。顾夫人、顾总，冒昧登门，叨扰了。陆羽哥，这支限量款钢笔送给你，你上次不是说想要一支钢笔吗？石心妹妹有心了，多谢。就这，长相平平无奇，连顾时宴一半都比不上。干嘛？还不是你男朋友呢，看两眼都不行。你别胡说。顾夫人、顾总，我今天过来，一是探望表妹之意，二是替她讨个公道，还请顾家给我们一个交代。陆羽哥哥，这事儿还要等我父亲回来定夺，毕竟知意姐姐确实有错。有劳石心妹妹多照拂之意，我这个做哥哥的会记在心里。装的还挺像，他哪是为了许之意啊？他就是个骗婚 gay， 男朋友在外欠了300万赌债，就等着哄你嫁过去，用你的嫁妆填窟窿呢。往后石心妹妹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也义不容辞。帮忙？等顾时新嫁进来，他直接当着顾时新的面和情人亲热，逼疯顾时新，就吞了他手里的顾家股份，又把人锁在卧室里，活活饿死。时新，过来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我顾时川的妹妹绝不可能嫁给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。顾二少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和石子妹妹相处向来分寸，从没有非分之想。真有分寸，就该懂富家小姐的好意不能随便接，收着礼物想着便利，又装出一副无辜样子，吃相太难看。这钢笔你不配拿！你们顾家欺人太甚！敢出去乱嚼顾家半句舌根，明天全城商圈都会知道你和外面那个人的关系，还有那笔赌债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从今以后不许踏入顾家半步，滚！我这就走。就这点心理素质，还学人家骗婚夺产呢。我哥名校毕业，追他的女生不在少数，跟石鑫来往也是你情我愿。你们怎么能这么遮住他？觉得他委屈，就跟他一起走。石鑫，跟妈回屋，有话慢慢说。你们连查都没查，就把他说的这么不堪，我不信他是那种人。石鑫，多大点事儿，等过2天他自己就想开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就这么笃定陆羽人品不行？万一真误会他了，岂不是耽误石鑫的良缘？奇怪，
原著里顾家全员都对陆羽十分满意，毕竟他伪装的完美无懈，怎么这次态度截然相反？自从许知宇暗中算计我妈，我就彻查了他身边所有亲友。陆羽心性不纯，根本配不上世纪。原来如此，是蝴蝶效应改了剧情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你把这些带上去，就说陪他拆新护肤品，别讲大道理，顺着他的话说，聊聊天就行。可是我真不擅长哄人，回头说差了，他哭得更凶。万一听到你的心里话，他就能好受很多呢。你鬼点子多，肯定有办法。等这事儿过去，阿姨带你逛新开的高定船舰店。出去，我不想说话。我也不想废话，是婆婆硬安排的。我就坐会儿，不打扰你。也算她运气好，早点断了少受罪。就是陆羽不会消停，之后他会坑害和顾家不相上下的林氏千金，反倒会耽误顾时川的姻缘。林氏千金，林之遥，你咋了？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也别熬夜，为不值得的人伤神犯不上。哥，跑什么火急火燎的？我刚听见大嫂的心声说，陆羽接下来要去坑之遥，他还提了句二哥跟之遥之间有段没续上的缘分。难道峰会上的人是林小姐？林小姐和她未婚夫订婚宴的请柬都发了，怎么会跟陆羽扯上关系？具体前因后果我没听全，但陆羽要打他主意这事儿，我听得明明白白。之遥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不想他被伤害，怎么办啊？对了，林家新开了个艺术展，你明天叫他约你去看展，顺便叫上你大嫂一起。我们俩也过去，假装偶遇，既能看看陆羽会不会出现，也能印证大嫂说的是真是假。对啊，我现在就给之遥发消息。刚还看见阳台亮着灯，人跑哪儿去了？顾总今天这么闲，白天冷得像块冰，大半夜凑这么近，故意来撩拨我。平时装得一本正经，玩起暧昧来倒是一套一套的。不然还能撩谁？这身穿着，你看着还顺眼。今天怎么反常主动？该不会是挖了坑，等着看我荒神出糗吧？挺显身材的，眼光还行。既然都送上门了，今晚都听我安排。都听你的。少夫人，您睡前要的燕窝炖好了，现在给您送进来吗？进来吧。那个，我书房还有份紧急合同要改，你吃完早点休息。嗯。就差一点点，不对，我怎么还觉得遗憾了？不行，下次得我主动出击，先亲到再说，就当额外赚的福利。你大嫂过来了。妈，之遥邀我去看展，你就让我去吧。林之遥倒真是好姐妹，这就约着出来散心了。去吧，多跟朋友走动走动也好。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往日见了我都冷着脸绕着走，今天反倒主动往跟前凑。瞧什么？我是过来拿我的手链。谁要特意理你？少自作多情。装的倒是挺像，他越是不想我去，我偏要凑这个热闹，正好看看陆羽会不会借机凑上来。婆婆，正好我下午也想出门，就让我和石心一起去吧。谁要带你去？之遥只邀了我一个人。你跟着算怎么回事？我是怕有人嘴上说着看展，背地里偷偷见些不三不四的人。
妈，我真的只是跟之遥看展，绝对不见外人。这妈，就让清点跟着吧，还能照看着点视线。大哥，你怎么反倒帮着他说话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一起过去，到了各忙各的，别拌嘴。哼，你们都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太好了，有大嫂跟着，之遥肯定安全了。等等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之遥只约了我和我嫂子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之遥居然给你发了邀请，当初还不是你上赶着带他混圈子，给他介绍人脉，人家当然记着你的好心。早知道他这么能蹭，我当初就不该多嘴给他铺路。林小姐的邀约我也不好推辞，一起走吧。谁要跟你一辆车？嫂子，我们走。林小姐已经在 VIP 等候了，3位这边请。别以为有之遥撑腰，我就不敢动你。你背地里做的那些事，我迟早当着之遥的面全说出来。谁是谁非，之遥自己有判断。你能不能看着点路？自己摔下去不要紧，别连累我跟着被笑话。还真是嘴硬心软。看什么看？一会儿见了之遥安分点，别乱说话丢顾家的脸，不然我就告诉妈。你管得着吗？我就是来丢顾家脸的。等你回去添油加醋一说，气坏婆婆，顾时宴不得直接跟我离婚，正合我意。算了，一会儿多盯着点，真闹起来还得我帮着圆场。走啦，磨磨蹭蹭的。之遥，你们可算来了！我一个人坐这儿，都快刷完一整部剧了。你这几天怎么样？订婚的事儿都还好吧？他怎么也来了？我约的不是你俩吗？是他自己非要跟来的，我们也不好硬把他拦在门外。林姐姐，大嫂是怕我一个人来不安全，就让他陪着过来了。大嫂？她不是顾时川的老婆吗？什么时候成你大嫂了？订婚那晚，她设计进了顾时宴的房间，顾家碍于脸面认了这门婚事。现在她占着顾太太的位置，我现在连顾家正门都不好意思去。就顾家这烂摊子，你待着也不痛快吧？要我说，直接离婚算了。给我分期法务部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把离婚协议模板送上来，我今天帮他把这事儿了了。别，这怎么好意思麻烦你？我去，这趟真来值了。我还没发力呢，离婚直接递到脸上了，正好顺坡下驴，赶紧脱离顾家这个火坑。谁在说话？哥，林之遥也能听见嫂子的心里。也好，他性子直来直去，暂时不会动叶青姐。嘘，别出声，接着听。之遥，没人说话呀，你是不是太累听错了？林之遥看着骄纵难搞，其实人敞亮又嫉恶如震，就是眼神太差。他那未婚夫早就和陆羽搓一起，要挖空他的资产呢。我眼光差，简直笑话！陆羽竟还想挖空之遥的资产。我今天非得撕烂你这张假惺惺的脸不可！之遥，你别生气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撒手！顾时夜也算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跟你这种没骨头的人牵扯不清？之遥姐，我帮你擦擦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唉，这么爱干净一个人，最后却被他未婚夫设计和陆羽制造出轨假象，当场被人撞见，只为了让林之遥净身出户，得到林家的产业。结果林之遥意外怀孕，等生孩子的时候被他未婚夫的情人暗中动了手脚，大出血没救过来，人直接没了。他那未婚夫在葬礼上哭得死去活来，发誓这辈子不再娶，纯演深情人设。
林家二老还被哄得感动的不行，直接给了他一大笔公司股份和实权。可林之遥刚走没2月，他就把陆瑜安排进了核心部门，俩人联手攥着林家产业，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我们顾家上下都能听见叶青简的心声，这事儿你千万不能往外说。可怜顾家这小姑子，还不如什么都听不见，反倒眼不见心不烦。石心意外得知他俩的密谋，直接被记恨上了，还被下了药造绯闻泼脏水。那俩人怕他把事捅出去毁了自己的前程，早就动了除掉他的主题。他为了活命，只能装疯卖傻躲着。可后来顾家接二连三出事，打击攒得太多，到最后真的精神失常了。畜生！怪了，要被收拾的是我，你怎么眼睛这么红？干眼症犯了，疼。我也有这毛病，私人医生配的精华管用，回头给你一支。谢了。之遥，喝点水顺顺气。抱歉，我再去倒一杯。刚才气昏头了。许之意的义哥是陆瑜，要是叶青简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用，没心情喝。好，你也别气太狠，为了不相干的人不值当。林小姐，您约的离婚律师已经到楼下了。来真的？这要是当场逼我签离婚协议，之遥，凡事留一线，没必要做这么绝。谁让你找外面的野律师了？我要我未婚夫给我配的专属法务团队，让他们亲自来拟协议，办完直接把人从斩令正门请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耍心机上位的下场。您未婚夫的那支法务团队今天跟着他去江边私宅了，人没在市区，赶不过来。还非得用未婚夫的人，可惜人现在就在隔壁和情人展馆逛着呢，身边还跟着陆玉。那是林小姐未婚夫。在哪儿？人往哪走了？往公寓区那边走了。我记起来了，他在这园区里有套私人公寓。你们俩在这等着，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正好撞上他们出轨？这么大的瓜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哎呦，不行，我突然肚子疼，得去趟洗手间。正好我也想去，一起。可洗手间根本不在那边啊。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得陪着林之鸾把展看完呢。急什么？等我和林之遥的订婚宴办完，林家的资源彻底攥到手，咱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。可以啊，周子盾，背地里玩这么花，都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了。只要你别误会，他刚才喝多了吐身上，我就是帮他拿件干净衣服。拿开你的手，别沾我一身晦气。真的是误会，我们就是朋友。对，就是喝多了搭把手而已。之遥，我心里从头到尾只有你。哟，换件衣服还能贴那么近？我看不是喝多了，是喝昏头分不清场合了吧？顾总，麻烦你当个见证人，今天这婚约当场作废。别，只要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再信我这一次行不行？你要是敢做敢当点儿，我还高看你一眼。现在这副摇尾乞灵的样子，真让人恶心。怎么了，子盾？陆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我去，居然都赶在一块儿了！不是的，你相信我，石心，我们只是……够了！你上周还偷偷和我说非我不娶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深情。偏偏赶这时候被撞破，林之遥正在气头上，回头肯定连我一起迁怒。石心，都看清楚了，这回总该放下了吧？和这种人打官司纯属浪费时间，直接送赌场去才够狠。这俩私下都欠了300万赌债，以前靠着林顾两家的面子，人家才一再宽限，现在撕破脸，正好让债主上门收账。是我林之遥，周子盾和陆羽欠的300万赌债，不用等了，人就在园区公寓，你们直接过来带人。你疯了！我是你未婚夫。周子盾，你我婚约即刻作废。之意，救我！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你自己赌钱欠的债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要是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，就不会任由你接触石心妹妹。她早知道她哥有情人，还欠了赌债，一直帮忙瞒着，就等着嫁进顾家拿彩礼填窟窿呢。许之意，你装什么烂好人？就不信你一点不知道！放开我！我可是林家的上门女婿。骗谁呢？你都已经被退婚了。以前宽限你们是看在林顾两家的面子，现在你们得罪了自己的靠山，就必须按照我们的规矩办事。你们两个还不走？啊，我们这就走。对，这就走。说起来也可笑，当年匿名商业峰会同组做项目推演，我还当遇到了知己，没想到是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货色。你说的峰会是不是那场匿名行业峰会？这枚徽章你认不认得？第7组的专属徽章，当时我走得急，掉在会场了，你怎么会有？当年我是7组的组员，港口项目的风控模型，最后3层逻辑链是你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原来当年那个人是你，可算认对人了。合着许之意包上挂着的徽章是林之遥的。藏什么？刚才不是还挂得挺招摇吗？捡了别人的徽章就敢顶着我的名号到处攀关系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这是我自己的，我当年也在7组。7组从头到尾就2个人，你倒说说，我们最后提交的方案里，离岸风控的阈值设的是多少？连最基础的内容都答不上来，也敢出来招摇撞骗，拿着没捡来的徽章就想混进顶层商圈，勾着顾家2少往上爬，算盘打得倒响。从今天起，江城所有高端商业场合你都不能进，哪家公司敢用你，就是跟林家过不去。顾家这边怎么处置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我只奉劝一句，这种心思歪到骨子的人，留着早晚是祸害。放心，之遥，我知道的。如今众人都看清了你的行径，再耗下去也没意义。我要是你，就赶紧自己离开顾家，还能保住最后一点体面。我绝不会离开顾家。这么坚持？本来还想让许之意主动离开顾家，我就不怕被害死了。果然还是得我走。顾家的家务事我不插手，但江城商圈从此没他的位置。原来当年跟我哥搭档的人是你啊，难怪他这几年总念叨那场峰会。展还没看完，我们接着去。好。妈，你都不知道，原来我哥的白月光就是之遥姐，许之意就是个冒名顶替的。还有这回事儿，我的二儿媳终于出现了。对了，石燕，你爸的事儿查怎么样了？先别跟母亲说了，免得她担心。等有结果了再说。我吃饱了，先走了。费了这么大劲，还是离不开顾家。难道我真的躲不开那死局吗？如果我能解开你的死局，你能不能留下？真帅啊！总把离开顾家挂嘴边，今夜就别惦记逃了。
省得哪天真走了，回头又念着今晚。警告：角色行为严重偏移设定，异常能量激增，请宿主及时干预。浑身酸得像连熬3天赶项目。清醒点，只是酒后意外。我是来更改死亡结局的，不是来谈恋爱的。这能量长得也太离谱了，难不成顾时宴喜欢我？成年人各取西去而已，一点好感罢了。真是要的没轻没重的，腰好酸啊！对了，你们爸明天下午的航班回来，家里都收拾妥当，别出岔子。来得正好，顾董事长最看重门第脸面，换亲的事一摆到台面上，铁定容不下我这个儿媳。到时候我就能离开了。我吃饱了。清简居然还想着离开，顾时夜，我问你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我先别解释。行了，去书房说。你们爸明天下午到，时宴你去接。见了面只提联姻的事，别的别提。好。但有个隐患，万一爸也能听到大嫂心声。不会，我总结过，能听到得满足2点。哪2点？一必须是重要角色，2是他不讨厌你。那爸应该听不见。上次大嫂在心里吐槽了爸1天呢。不过等他回来，还是得验证一下。行，但时夜，你还是要再加把劲。万一清简喜欢上你，就不想着离开了呢？是啊，大嫂可是帮了我们不少。放心吧，妈，要是他愿意留下，我第一个告诉你。许小姐，你要的燕窝放这儿了。外面怎么这么热闹？董事长明天就回国了，要我们好好打扫呢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顾振雄，你终于肯回来了。5年了，我妈在那间破出租屋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欠我妈的，欠我的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这个家散掉，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老爸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给你买了礼物，在后备箱，自己去拿。耶，老爸万岁！累坏了吧？快进屋，给你炖了汤。这段时间家里全靠你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！骗子！唯独这件事，我无法指责你，但你恨他就冲上去打他。这就是我的2位儿媳吧？爸，对，这是叶青姐。往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必客气。我去，这老头看着挺真派啊，没想到是个极品渣男。要不是我看过剧本，真得被他骗了。果然听不到，之前猜的没错。不对啊，他不应该说我们顾家不要你这种爬床的吗？难道顾时宴和顾时川没有说？这是许之意，顾董事长。好孩子，以后都是一家人。唉，是你先不认我的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对了，原书最后许之意翻顾董事长书房，翻出一个旧木盒子，里面装的是他妈妈的骨灰杆。这老头藏了10几年，到死都没敢说。什么？骨灰？爸，你不是说有礼物吗？我自己翻了啊！哎，你别……没事的吧？我们先去吃饭。爸，这是什么？放下！谁准你乱翻东西的？顾振雄，什么东西值得你这么大反应？那是我妈的戒指，她竟然把我妈骨灰挖出来带在身边。这是谁的？你把女人骨灰藏在后备箱带回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别多想，这是老朋友的。老朋友？哪个老朋友的骨灰需要你藏着掖着？不然我就扔了它。之一，你……我只是不想看见顾董事长和顾夫人吵架，伤了和气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叫家庭医生过来。之一，石川，把人抱上楼。许之夜肯定只是想护住自己母亲的遗物。伤口偏深，没伤到筋骨，这几天别碰水，手部尽量少用力。知道了，
麻烦你了。董事长，我有个请求，我知道我住在这儿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。你说。既然石业哥已经结婚，不如按之前说的换亲，我嫁给石川哥，也算有个归宿。我不同意。石川哥，我知道你嫌弃我，可我是真心的。真心？当初你冒充林氏集团的林小姐和我相认，等我拆穿真相，你跟我说真心。是我错了，可我那时候太喜欢你，怕你看不上我，才……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我走就是的。你先好好躺着。顾时川，他都伤成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反正我不娶，我有喜欢的人，是林氏的千金林之遥。你之前口口声声说非之意不娶，现在说变就变，这就叫薄情。爸，你自己都把别的女人骨灰带回家藏着，有什么资格说我薄情？那是我朋友的，我解释多少遍了。够了。行，你这么喜欢护着他，你自己守着他吧。孩子们，跟我上楼。志宇，石川的孩子一根筋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再给你安排几个优秀的年轻人，你见见。董事长，我谁都不嫁，我就想嫁给石川哥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我先走了。都想赶我走，还挖我娘的坟。看来得拿出我压箱底的东西了。在你把话说清楚之前，睡书房去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不对啊，原书里顾振雄这时候该暴跳如雷，踹门进去跟顾母大吵一架才对，怎么就乖乖去书房了？人设崩得这么离谱吗？原来按照剧情，顾母这时候已经被捉奸在床后自尽，顾振雄受了打击才性情大变。现在婆婆还活着，人设自然和书中不一样。这气氛太尴尬了，按剧情，许知意被逼到这份上，也该搞大事了。花点能量，看看许知意要作什么鬼。我去，许知意在今晚所有汤里下了毒，要跟顾家所有人同归于尽。完了完了，我刚喝了小半碗，是不是要死了？我是恶毒女配，不该干涉剧情，可顾家对我还算不错。有了，我直接掀桌，汤全洒地上，看你们怎么喝。你干什么？我腿麻了，想撑桌子站起来。站起来就站起来，抓桌烟做什么？你疯了！我疯了！顾振雄，你带女人骨灰回家藏着，现在还能安稳坐这儿喝汤，不让我疯？我说多少遍了，那是老朋友的，不是什么女人。你能不能别胡搅蛮缠？老朋友？哪个老朋友的骨灰盒里会有女款戒指？你当我傻吗？都别吃了，这饭谁也别想吃。爸，先坐，消消气。爸，我昨天让人查过，骨灰检测确实是男性，身份信息查不到。你直说吧，到底是谁？是老周，你们不认识。顾振雄不敢说实话，还得等许知意亲自揭发。许知意应该已经在来餐厅的路上了。来了。实验，这菜有毒，快，将计就计，让许知意逼父亲说出真相。老婆，石川，快去找医生。是。到底是谁要害我们？别叫了，是我。知意，你为什么就因为石川不肯娶你？不，我要报复的人是你。解药在哪儿？这毒没有解药。你到底为什么下毒？我的好父亲，你到现在都没认出我，我就是被你扔在外面的女儿。不可能，我只有欣欣一个女儿。我妈叫陈桂英，以前住城南槐树街17号，院门口有棵歪脖子槐树。你前2天刚派人刨了她的坟，还敢说不记得？胡说八道！我这辈子从没去过什么槐树街，更不可能刨人坟墓。顾振雄反应不像装的，
可原书里顾振雄临死前明明满眼悔恨，信息对不上，得查详细资料。该死，关键时候没能量了。对不起，我没忍住打了个嗝。有能量了，赶紧查。你不承认是吧？你放开我，都别过来！再往前一步，我直接割了他的喉咙。你爸叫周建国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对，他叫周建国，可他也是顾振雄。他用假名字骗了我妈，生了我，玩够了就一走了之，再也没回来。他不是你爸。他是，我那时候都14了，记得清清楚楚，你骗不了我。这就是你们的解药，我现在就把解药全吃了。半小时后，你们一个个都会器官衰竭而死。振雄，你倒是想个办法呀！一定不能让他们死。青姐，其实我们没有中。董事长有个双胞胎弟弟。什么？你父亲和董事长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你才会认错。我有个弟弟。你胡说！我不是胡说。40年前，顾老爷子迷信，说双胞胎只能留一个，留2个会败家克父，于是就把你的父亲悄悄送走了。我从来不知道我还有个弟弟。你接着说。顾老夫人送走小儿子后，心里一直惦记，又不敢跟任何人说，憋出了心病，没几年就撒手人寰。我妈临终前总摸着我的脸说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她是放心不下我，难道那句话根本不是对我说的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知道40年前的事儿？能量不足，查不到更详细的信息。其实我们根本没中。对啊，我们本来……能量突然满了，是谁人设崩得这么彻底？难道是中毒加深了？警告！严禁向书中人物泄露核心剧情与关键信息，违者触发电击抹杀惩罚。要是再说下去，我会被电击抹杀。可眼睁睁看着众人毒发，我做不到。牺牲我一个换所有人平安，值了。不要啊，大嫂！你父亲幼时被家里保姆送到一对不育工人家门口，夫妻俩视若己出，悉心养大。那家女主人叫陈婉，性子和善。后来夫妻俩在工厂事故中离世，你父亲记挂养母恩为，有了你之后特意取名之意，就是念着这份善意。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你父亲孤身长大，力气大，头脑活，进了押运公司跑全国长途。有次雨夜跨省押运，遇上高速连环追尾，前车油箱漏油，眼看要爆燃，他冲上去砸窗，救出了副驾的你母亲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母亲感念救命之恩，主动和他往来，2人日久生情，不顾家里反对结了婚。可为了养家，你父亲常年在外跑线。你14岁那年，他出了趟远差，再也没回来。是，所有人都说他死了，我不信。我和我妈孤儿寡母，常被人欺负来，可我妈思念成疾，最后喊着他的名字走了。我本来已经认了命，可为什么我妈的戒指和骨灰会在你手里？孩子，那骨灰不是你母亲的，是你父亲的。你说什么？1年前我去外地考察，从黑矿场救出了你父亲。当时他同行的人都没了，他也只剩一口气，手里死死抓着这枚戒指。那他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他失忆了。失忆？当年他被困黑矿场，被人打坏了脸，连自己叫什么都记不清。我把他安排在公司物流队，大家都叫他阿强。他其实从没抛弃过你们母女，一辈子都在找自己的家。是我没照看好他。3年前他一场重病走了，我才带着他的骨灰和这戒指回来找他的家人。不，我不信。许之意，真相如此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快把解药。警告！宿主过度泄露核心剧情，触发1级惩罚，电击抹杀。谁？倒计时。谁在说话？抹杀？他会死？要罚冲我来！他从来没害过任何人。大嫂都是为了我们，你别伤害他。神明保佑，求您别怪罪他。所有后果让我们一起扛。要不是他，我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真相。他没做错，凭什么要抹杀他？检测到原住民集体愿力，世界意识认可，经规则判定，宿主与本世界深度绑定，正式成为该小世界原生女主。
所以一直都是我错了。我爸孩子真的不在了。就算你爸不在了，大伯也是你的家人。我没事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好孩子，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嗯。